要不要一起送？走进店面不大的开放式厨房，店员进进出出，忙着备料上菜，人手不少，但还是忙到几乎没有休息空档。Einmal die zwei. Ja, der eine normal und der andere nicht scharf. Okay. 德国柏林唯一的一间台式牛肉面店已经开业超过30年，老板丁宪国13岁跟着当厨师的父亲移民欧洲，自然学得一身好厨艺。客人吃的停不下手的料理，都是经过时间淬炼、不断改良调整后的经典美味。但核心的秘诀就是保留自己最喜欢的台湾味。是我特别喜欢吃牛肉面，当时在台湾，在德国在柏林没有半家牛肉面，我说我们自己开一家，反正自己也爱吃。刚开始，他现在慢慢大家这个接受率还蛮高的。大家愿意来吃你们家的饭菜是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牛肉面啊，还有其他的东西，什么饭啊，什么很受他们德国人欢迎。啊，秘诀的、啊，他们觉得就是说 authentic， 就是很正宗。哦，可是不是每个德国人都去过台湾，他们怎么知道正宗？是啊，但是很多人去过亚洲。对，他们有时候搞不太清楚，台湾、越南，有时候他们混在一起，所以我们这里当然每次跟他们解释，我们来自台湾。正宗台味除了靠试货的德国人，也靠口碑行销。吃过的客人一个介绍一个，我们就是透过德国当地人带路，找到这间台味餐馆。差不多，我觉得很正宗，然后那个味道很浓，那个汤也很浓，所以我觉得很不错。对于台湾料理，德国人是很常吃的吗？还是说这里不常见台湾料理？真的不常见，真的不常吃。可能一般的德国人也不太知道典型的台湾料理是什么，他们可能真的没听过那些菜在台湾比较受欢迎。在台湾住了2年的 Leo 回到德国，就算只是吃着阳春面，还是感动十足。我们点了牛肉面，牛肉肥瘦适中，还带点筋，炖到软烂入味，几乎入口即化。熬煮了几个小时的汤头，香浓而不腻。另外，老板推荐排骨饭，外皮炸到酥脆的排骨，却还保有猪肉的鲜甜。在台湾看似到处可见的小餐馆，一到了柏林，却让美味加成放大。因为在这里吃的不只是食物的味道，还有人味的故事。我们觉得我们当时有优越感，是我们觉得我们蛮优越的，因为很少见嘛。当时如果在那个库菲森大姆，就德国这个柏林这个最大的街头，看到3个中国男孩，就是我们丁家3兄弟，我还有2个弟弟。因为当时我们是可以说第一批来柏林的。是。但是在德国统一以后，我们就有这种感觉，我们是外国人。因为我们的感觉，人家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，尤其那些东德人，是吧？那时候我们有这种感觉，就统一以后。两德统一后，相对保守的东德人开始涌入西德，看到少见的华人，自然觉得稀奇。不过，本来就喜欢交朋友的丁宪国，人脉快速累积，反而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。经历了德国大时代的变化，让丁宪国对这个国家有了更深的感情。德国可以算是我的第二故乡了，所以说，我们也这个生活习惯，我们也很适应。因为我看你跟客人的沟通都还蛮好。是，对。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都熟客啊，但是很多熟客，我们这里大概40%、50%是熟客。啊，真的他们都会回来。对，全部回头客，1个礼拜来1次，要是1个月来2次这样子。跟着父亲的脚步投入餐饮业，丁宪国曾经当到洲际酒店的餐饮总监，但因为自家餐厅生意好到人手不足，干脆辞职回家当老板。最盛时期有5家店同时营运，不过在弟弟过世后，现在只留着1间，而且准备交棒给第3代。我们准备退休了。真的啊？是。现在还贵个？我70，中国人讲71。71呀？哎，还是一条火龙的。他们说我是一条野马，我出马。个性开朗，爱开玩笑，这也是丁宪国能够留住客人的重要人格特质。餐厅取名龙门，是因为父亲的名字有个龙字，既霸气又有传承的意味。在柏林奉献了一甲子的人生，
丁宪国用最好的台湾味做国民外交。